各位朋友啊，中国人常说呢，人在做，天在看，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这几天呢，有几条新闻你连起来看呢，就有意思了。一条是呢，日本呢在中国的马关条约签订日、国耻日啊，到台湾海峡去挑衅，结果呢，隔了一天，解放军呢就强势插入了日本旗下3寸，从那个80公里宽的水道，然后呢，这就穿过去了，这叫一报还一报，是吧？但是呢，这个报应啊，就是中国的军舰刚走，日本就迎来了7.7级的大地震，而且呢，地震专家说后边可能还有更大的在后边呢。高市早苗，与此同时呢，就是悍然向靖国神社献上了祭品，以首相的名义啊。所以说日本这个报应还没有完呢。看看这个高市早苗猖狂到什么程度了，朋友们啊！高市早苗向供奉2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献祭品。靖国神社里究竟有多么阴间，多么无耻？我冒着被日本人驱逐的风险，终于拍到了里面的真实内容。这就是最邪恶的招魂仪式，太阴森了！这是公然给战犯祈福招魂。靖国神社祭拜的是日本历次对外侵略中战死的人，甚至包括14名甲级战犯、2000多名乙丙级战犯。这些恶魔双手沾满3500万中国人的鲜血，在这儿却被美化成了保家卫国的英雄，甚至是神。这玩意儿之前有个更阴间的名字，叫东京招魂社。这就是拜殿，白色帷幕上的16瓣菊花是天皇的象征。我可绝对不是来参拜的，而是要向全世界曝光。往里走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博物馆，里面颠倒黑白肆意篡改历史。这个专门展区大肆宣传甲级战犯和大将们的所谓英雄事迹，展示陆军大将阿南惟几剖腹自尽的短刀和血染后的遗书，展示偷袭珍珠港的策划者甲级战犯山本56英勇殉职时的战机碎片，渲染悲情氛围，试图给不了解真相的民众洗脑。这架零式战斗机曾参与重庆大轰炸任务，持续6年多的无差别轰炸，造成重庆3万多无辜平民伤亡。明明是杀人魔机，却还在被日本当成功勋战机来炫耀。大炮后面比脸还大的仁爱2字，真是把我气晕了！怎么会有人无耻到这种地步？南京事件代替了大屠杀，也就是说，杀了中国30万无辜平民的事儿一个字儿也没提。但是讲到广岛，你怎么又想起来写上原子弹爆炸导致一般平民遇难者高达20万？杀人比赛、烧杀淫掠在这里变成了严正军规，绝无不法行为。说9·18事变的起因是东北地区实行了反日恐怖主义活动，不是你侵略了我家，你还委屈上了。在东北建立满洲国，说成把东北建设成了一个很好的新国家，实际却是奴役东北14年，制造上百起大屠杀，掠夺东北100亿粮食矿产运回日本。这是日本2战末期最丧心病狂的自杀式武器——回天号人体鱼雷，也就是把人塞进鱼雷里控制方向，进行更精准的自杀式撞击。同样原理的还有樱花号飞机和以自杀式攻击而臭名昭著的神风特工队。这些恐怖袭击行为，真实战绩接近于0，真是又蠢又坏呀！原来日本人也把日本人当日本人整。这些战死飞行员的遗物遗像旁边明确写着，他们轰炸过杭州、成都、重庆、上海、湘潭。残暴的刽子手被塑造成英勇的烈士，对受害国的痛苦视而不见，反而歌颂加害者的暴行。日本在装可怜扮演受害者上那更是有一套。这张图把自己描绘成4面受敌，被迫进行防御。可为什么你人人喊打，自己心里真的没点数吗？直到今天，日本仍然坚持把战败称为终战，不能正视历史，就不会拥有未来。铭记历史不是制造对立和煽动仇恨，我们要做的是捍卫正义，奋勇向前。这不是报应来了吗？大地震来了。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日本时间今天16时52分，北京时间15时52分，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7.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日本气象厅对岩手县、青森县、北海道等地区发布海啸警报。据日媒报道，预计高达3米的海啸将抵达沿海地区，在岩手县部分地区观测到高为80厘米的海啸。北海道及日本东北地区4个县已对15万多人发布避难指示。日本东北新干线、岩手县、北海道部分铁路线路暂停运行。我是在这个10层的这个鱼缸啊什么的这种展示的这么一个地方吧，它的水就会加的比较满，然后他们只要有一些震感，它这个水一下就全部会溢出来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比较奇怪，后来发现确实是地震。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4月20日16时53分左右，日本发生7.4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强，东京有明显震感。据日本气象厅预测，岩手县、北海道太平洋沿岸中部预计海啸到达高度为3米，青森县太平洋沿岸、宫城县预计海啸到达高度为1米。本日16時53分ごろ、三陸沖を震源とする、地震が発生し、青森県で最大震度5強の強い揺れを観測しました。また岩手県、北海道太平洋沿岸中部、青森県太平洋沿岸に津波警報が発表されるなどしております。津波警報が発表されている地域の皆様は直ちに高台や避難ビルなどより高い安全な場所に避難をしてください。現時点では人的、物的被害は確認中、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れから詳細な報告を受け災害対応に当たってまいります。近づかない。危ない危ない。哎，它就是不倒，你看看，哎，倒了，哎，好。这是靖国神社吗？在东京时间的下午5点钟之前呢，发生了这次地震。这个地震的震源呢是10公里左右，在近海东北地区的3路近海，但是呢它的烈度是在5左右。我们看到之后呢，日本气象厅因为它的里氏呢是达到了7.5级，所以马上发布了2种海啸预警。第一种呢就是海啸警报，是针对北海道还有日本的这个岩手县以及太。发出了一条罕见的警告，巨大地震发生的可能性比平时上升了。这是2022年这套机制启用以来呢，历史上第2次发布，覆盖北海道到日本关东地区1到6县182地。在今天下午4点52分的时候呢，在日本东北的3路近。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东北部海域20日发生7.4级地震，随后日本气象厅将震级调整至7.5级。日本岩手县观测到浪高70厘米的海啸。据日本地震专家预测，更大的地震或许还在后面。
如图，先看日本北方北海道附近的千岛海沟大地震。日本专家指出，该区域已到了发生超大地震的成熟阶段。根据日本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来换算评估，未来30年内发生 8.8 级以上超大地震的概率达 40%。日本千岛海沟处的太平洋板块以每年约8厘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俯冲，钻到陆地板之下。板块交界处，能量便以应力的形式不断积累。当积累的应力超过岩石的承受极限，巨大的能量就会瞬间释放，引发地震和海啸。研究团队通过分析历史上由巨大地震引发的海啸所留下的沉积层，基于力取沉积物的调查实验，筛定该地区超大地震的复发生期埋约340年至380年。文献显示，该地区400年前曾发生过一场 M8.8 级的超大地震，当前时间点已经超过了历史周期的上限。据分析，当时断层的滑动量约为25米。另一方面，日本顶级学府东北大学研究团队的最新海底观测数据表明，部分地区断层的滑动量已达20到30米，板块边界处积累了足以引发超大地震的应力。无论是从时间波距来看，还是从应力数据来看，留给北海道人民的时间不多了。更恐怖的还在后面。日本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在2025年9月发布最新评估，未来30年内，东京附近的南海海沟发生8级至9级大地震的概率被大幅上调，约为 70%。与千岛海沟类似，南海海沟是菲律宾海板块俯冲到欧亚板块支线形成的淡块积累年约5厘米的速度移动，积累巨大应力。当应力超过极限，就会引发地震，复发周期为 88.2 年，有零有整。这是日本地震调查委员会的官方数据。该地区最近一次大地震为1946年的昭和南海地震 8.0 级，距今80年。依次往前推，还有1854年 8.4 级，间隔92年；1707年 8.6 级，间隔147年；1605年 7.9 级，间隔102年；1498年 8.2 到 8.4 级，间隔107年；1361年8至 8.5 级，间隔137年；1096到1099年8至 8.5 级，间隔265到262年；887年 8.3 级，间隔209到211年；684年 8.3 级，间隔203年。日本政府2019年预测，南海地震最快情况下，死亡和失踪人数最多可能达到23万人，经济损失可能高达292万亿日元。我看啊，这次的日本的地震呢，中国有好多网友说，哎，这解放军怎么刚插完他刚走，他们就地震了啊？那是不是那个解放军给他在那儿留了点什么呀？还有人说不对，这不是地震，这是日本自己在做核试验啊。好吧，咱们首先这个辟谣啊，这次的地震符合自然地震的一切特征，因为它的震源实度是地下10公里啊，并不是这个浅表层的这种地震啊，对吧？就是这个一定是报应啊，也不是这个给留东西了，也不是核实验。不过呢，对日本的打击方式倒是真有这么一种方式，我们就不得不把日本的地形图再给大家拿出来看一看了。两边都是就是深度在1万米左右的海沟，日本的列岛是在一个狭长的海底的山脊上，这个海底山脊呢是有薄弱处的，如果在地质薄弱处用大当量的氢弹，足以引发这个积累的板块能量。就是有一部片叫《日本沉没》，你们看过吗？说年纪稍大的朋友们还有点印象，是吧？所以说小日本啊，别作了，再作真的就沉没了。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